今天是年夜饭第一弹整鸡，2种吃法。所谓鸡鸭鱼肉，鸡当然排在首位，最应景的必须是脆皮八宝鸡。首先给这只三黄鸡脱个骨，一只成熟的鸡骨架肯定得把它一整个脱下来。留下了这只没骨头的鸡，就可以进行腌制环节了。棒二零粉也得放点啊，腌1个小时才够入味儿。这个时间来炒饭，喜欢糯米就用糯米饭，喜欢炒饭就用大米饭，拌几个蛋黄变成黄金饭先。那八宝呢，就是这些了。先把蒜末爆香，再炒配菜。然后黄金饭调味儿，我就只放了鸡汁，哇，金黄金黄的好贵气的饭。然后再把饭塞到鸡肚子里，翅膀、鸡腿边边角角都要塞到，最后用牙签封口。然后就是个胖子鸡了，全身再刷一层蜂蜜，送入烤箱185度烤30分钟。那一个胖墩墩的脆皮八宝鸡就可以上桌了，全家肯定想不到，焦黄的脆皮内淌乾坤，每撕开一个部位都是肉包饭。年夜饭来这么一只，是不是也太香太馋人了？哇，真香啊！我身体粉丝长长，自己不用吐骨头，一口接着一口，太好吃了。第二吃是能爆汁的盐焗鸡，先把这只三黄鸡泡水2小时，吸饱水才是爆汁的关键。腌料就是盐焗鸡粉加花生油，或者用海盐、姜黄粉、盐之类的调味，自己调的味道嘛，不会那么咸。再给鸡做个全身 SPA，再腌1个小时，这个时间还需要炒个盐，1包海盐，1些香料，炒到噼噼啪啪的响就可以了。腌好的鸡用锡纸裹起来，放到铁锅或者砂锅里，上下都要盖盐，盖盖子，小火焖40分钟，再关火焖20分钟。香味已经飘出来了啊！哇，一滴水都没放，爆出这么多汁儿，这一拆全是汁水，一拔就直接脱骨了。这个肉真是嫩到不行，你看着汁水，盐焗加鸡肉的嫩香，真的巨好吃。这个鸡真的绝了！别走，还有彩蛋。欢迎来到我的主场。最近评论区有很多粉丝都会问王浩奇有叛逆期吗？他是怎么解决他叛逆期的问题的？其实他上了初中之后啊，我是能明显感觉到他跟我们之间的交流变得少多了。这个孩子突然间感觉变大了，突然间变得追星了，突然间就感觉沉默寡言了。对，很多的密语我都听不懂。这个应该算是叛逆期的表现吧。每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的怎么讲，身体啊、心理啊各方面就是成熟的比较快，所以说他们的变化会比较大。就是他会觉得，哎，你说的不对，我就坚信我的。然后呢，家长又是会强压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跟你沟通不了，就是相互不理解造成的叛逆期。我跟牛爸，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是比较开放的。他喜欢的东西啊，追星啊，虽然我不理解，但是我还是会去支持，因为我觉得新鲜的事物让他们去接触也没有什么坏事，反正也不识时务者为俊杰。当然也会有语言碰撞的时候，当时可能会稍微激动一点，过后的话我还是会去找他谈心，把这个事情沟通掉，都会经历这个阶段，大家要淡然的处理这个事情。不过这个阶段的话，我还是建议爸爸们多带孩子出去打打球啊，爬爬山呀，多出出汗，释放他的一些能量啊，他就会变得更加平和。我本来也没大家都一起啊，你像每天都很 chill。什么？你那什么玩意儿？很 chill 是什么？跟他多沟通，适当的引导也是非常有必要的。以身作则嘛，其实家长就是孩子的镜子，去引导他去做一些正能量，然后增进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些事情。就比方说前段时间我给他收拾衣柜的时候，这2年长得比较快嘛，然后很多几乎没有穿的衣服啊，就以他的名义去捐赠，然后让他自己去联系这个事情。还有周末的时候跟他一起去做一些义工啊之类的，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也是我觉得对他有很大的一个成长帮助。就像易基金温暖包计划是针对欠发达地区和受灾影响地区儿童的生活和心理关怀需求而设立的公益计划。自2011年温暖包项目启动以来，已经有29万人次志愿者一起行动，我每年都会参与，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温暖的童年。哎呦，你怎么还在家待着呢？你看你们单位老杨，人家上个月又升职了，你也不知道出去走动走动。我不是那个项目没谈下来吗？你以为现在项目那么好谈呀？那么好谈，有那么难吗？喂，王姐啊，我给你打听个事儿，他老婆爱吃萝卜，这个好办呀。
话说这领导老婆的爱好很特别啊，不过老话说了，冬吃萝卜夏吃姜，那看来他老婆还是一个注重养生、口味传统的人。那我做的这脆萝卜咸菜，应该算是投其所好，很有新意了吧？把绿萝卜片切成一个个的 W， 集齐了一筐 W 之后，给他们挂起来晾个一天一夜。牛爸说这个客户很难搞定，但是打听到啊，他们夫妻恩爱，那把他老婆的爱好搞定，不就等于把他搞定啦？今天一早我把腌萝卜的料汁熬好，这倒是简单，就是有点费酱油，晾一天的状态是表面脱水，收回来改个刀。要是晾太干，腌出来萝卜就不脆了。这种绿萝卜就得脆脆的才好吃。把配料和料汁倒进去，还需要一个热油，花椒小火炸香，千万不能糊了。不然油就苦了，也不知道人家吃不吃辣。保险起见，我就做成不辣的酱香版了。拌匀之后啊，再腌一个晚上，看看我家那小子啊，能不能也给我吃点萝卜。一夜后再给他们翻一翻。做这个虽然耗时有点长，但腌出来的成果，听声音。一部分装到我家常用的密封罐里，冰箱保存，怎么也得2-3周不是问题吧。这些包装精致的就得派上大用场了，这关键时刻还得看我的。你今天晚上是不是要跟你那个南肯的客户吃饭啊？你怎么知道？我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你这个你带着，保证拿下项目。老板，你闹呢？去！你带着就对了，流量密码。今天是年夜饭的第2弹，鲈鱼2吃。所谓年年有余，鲈鱼刺少实在吃，关键是简单好做。你这个年夜饭的饭桌上，你肯定不能少，那鱼必选当天现捞的鱼。第一吃肯定是清蒸了，但是要蒸出华丽感，葱姜料酒腌10分钟鲜。有个说法就是过年的这个鱼不能砍头去尾，吃的时候也不能翻面，那就要用到我这个方法去骨。要是刀不行，刀工也不行，那就用剪刀先剪断主刺，再用刀划开鱼肉，不要划破鱼背。咱主要是去掉中间这根主刺，最后还用剪刀轻松取下。没了这根刺，鱼就可以立在盘中了。花刀有骨的位置剪开，没骨的位置划开。间隔是1公分1刀，转个面，避免蒸飞掉。再放一次新的葱姜料酒，上锅蒸个7-8分钟，蒸出的水和葱姜扔掉，再切个细葱丝，铺鱼背上，淋一圈蒸鱼酱油，再泼一圈热油。简单零失败的年夜饭硬菜清蒸开平鲈鱼就做好了。这道菜上桌啊，必会光盘，而且也是老少皆宜吧。这鱼真嫩了，大口吃鱼都不用吐刺了。要是吃腻了清蒸，可以试试鲈鱼鲜虾煲，它是从背部切花刀。那厨房小白搞这种滑溜的鱼啊，最怕受伤或者把鱼切断，所以我的方法是鱼生先划1公分的斜刀，再把脊背的硬骨剪开，安全又完美的花刀就盖好了。还是腌一下，我这个腌料不一样，腌个10来分钟。煲类菜最好是用珐琅锅，加勺猪油或五花肉，再爆香葱姜，转小火铺上菌类豆腐和蛋饺之类，再铺上腌好的鲈鱼和鲜虾。最后再淋上自调的海鲜料汁儿，盖上盖子，焖煮10分钟就好了。鱼虾合璧，好运连连，热气腾腾，鲜掉眉毛的一锅鲜，这是年夜饭全家都会夸的美味啦！哇，看这洁白的鱼肉，又滑又嫩，这个煲放啥配菜都好吃，真的香惨了。